线下真的变好了吗？在上海20年了，淮海中路这么多孔铺真的头一次见。这里曾是上海的中心徐家汇，曾经一圈的繁华。现在太平洋百货整个关了，1953开业的600百货不仅关了还拆了，对面的东方商厦也关灯了，刚装修过的又在调整。昔日人来人往的大商场，如今运营情况怎么样？今天我就来到了位于上海市中心，距离人民广场只有2公里的四川北路一峰广场来转一转。这是上海市中心四川北路的一峰广场，我们来看看这边的现状。人好少啊，电梯也停运了，楼上还有2层，也没看到多少人，感受一下。我们先看看1楼，转一圈吧。中国经济形势日益严峻，企业倒闭、员工降薪成为常态。经济中心上海也出现经济衰退的现象，街上没人了，在最繁华的淮海路商业区，在大白天的也难见到几个行人。那么更加雪上加霜的是，美国总统川普日前宣布，将对中国商品征收的关税提升至125%。那么如果美中贸易脱钩，将对中国经济带来毁灭性的打击，特别对上海的影响将是巨大的，因为上海是中国的金融中心。今天呢，我们就来聊一聊相关的话题。川普4月2号宣布对全球贸易伙伴征收对等关税，其中对中国的关税为34%，中方反击报复关税34%，川普威胁不撤销就再加50%。尽管中国业界叫苦连天，中国官方却仍强硬宣称要奉陪到底。9号宣布对美国所有的进口商品的关税提高到84%。美国迅速回应，川普在社交媒体真相社交上宣布，即刻将对中国商品征收的关税提升至125%。美中贸易战最后的结果必然是美中贸易关系的脱钩。经济学常把投资、消费、出口比喻为拉动 GDP 增长的3驾马车。中国经济的3驾马车中的投资与消费已经熄火了，现如今出口也面临熄火。今年以来，外界看到中国经济衰退，可能很快要进入萧条，而且中共还出台了一系列的敌视私企、外企的政策，因此外资纷纷撤离中国。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估算，2024年中国外商直接投资净流出为12277亿元，约合1684亿美元，创下历史新高。由于外资企业大举出走，第一太平洋戴维斯1月报告指出，中国10大城市写字楼空置率已经达到20%的危险水准，其中呢，上海有22%的写字楼处于空置的状态。上海作为我们中国的魔都，经济已经衰退到上海。我们现在在虹桥商务区，这个楼就是唯品会的大楼，那边是红星美凯龙，有2幢楼在。这一片整个都是空置的。我刚到虹桥这边的时候，这边的房租应该是在7块到8块，也就是说踩到了陆家嘴的底线。但现在这里的房租应该已经掉到3块多了，而且你发现3块多没人租。你看这栋楼整个就是空的，右边这个也是整个是空的。现在是这种写字楼，它是想卖也卖不掉，想租也租不出去。按现在这种状态来看，你说你想让它回到说非常好的状态，需要说上万家企业入驻到这个区域来，我觉得我看不到任何的可能性。所以这个地方是在虹桥有代表性的一个区域之一。虹桥天地现在是5点15分，比大家想象中的要好，因为大家可能期待看到的是完全没有人的状态，但你要知道这里是上海，它的人口密度是你城市的10倍。你看天街往那边去，全部都是空的，那一片全是空的。我们在这里往那边看，那里就是虹桥火车站，对面是康德斯酒店。我印象里面最早的时候，这个区域人是非常多的，现在就看不到人流了。中国房地产暴雷削弱了中国民间消费的信心，再加上就业市场恶化，人们面临裁员与降薪，还有疫情使人口骤减，多种因素造成大陆消费者购买力疲软，商场纷纷倒闭，没倒闭的也是门可罗雀。这是上海的一个商场，在虹桥的一个商场，具体我就不说了，反正这个地方原来是个很热闹的地方，看看吧，现在是什么样子，看看吧。
一个人都没有，一个人都没有。这是个海鲜火锅排档，一个人都没有。这里有一个内部调整，暂停营业。我们的经济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地步了？里边黑咕隆咚的，暂停营业了。看一个人都没有，这装修多好。空的，凳子去哪了？凳子呢？没有。这些线你看，电线都收起来了，都收起来了。多好的一个商场吧！你看外边的那种装修，非常漂亮。上海的商场为什么越来越空了？你有没有发现啊？最近逛街的时候，商场里面非常的冷清，很多店铺都挂着旺铺招租的一个牌子，就连以前排队都要排半个小时的网红餐厅，现在也不用等位子了。这背后其实藏着一个非常现实的一个问题：消费降级。根据最新的一个数据上海商场的空置率接近40%，而且这个数字呢还在持续上升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原因有3个。第一个，年轻人开始存钱了，以前月光族多，现在大家都在攒钱，消费欲望明显下降。第二个，线上消费分流。越来越多的人呢选择在外卖平台点餐，在电商平台购物，线下店铺的客流量自然就会减少。第三个，租金压力太大，很多商家扛不住高昂的租金成本，只能选择关门。这些现象其实反映了一个趋势在上海的消费习惯正在发生变化。你觉得未来的实体店还有机会翻盘吗？博主大梁发视频说，老公已经失业半个月了，但是还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，面试机会也比较少。这是老公在这1年里的第3次失业，而他自己工资也不高，不到1万块，要养活一家子在上海还是很吃力的。今年的就业形势是真的很难呢，而且对他来说，这是这1年里的第3次找工作，我觉得心理上打击还是比较大的。从去年我生完宝宝没多久，有同事推荐就去了一家发展还不错，薪水也还不错的公司，但是没想到去了之后2-3个月，这个公司就出现了问题，接下来就倒闭了，然后我们也没有拿到赔偿和工资。紧接着找工作找了1个多月的时间，找到了一份还行的工作，但是这份工作在即将要转正的前几天，老板突然通知要各团队裁员。裁员新员工对公司来说损失肯定是最小的，毫无疑问，他再一次被失业了。知道这个消息，心里还是很沉重的。我们也不想告诉家里的老人，想着先自己找找看，但是实在太难找了。在上海打工人不管混得好坏，大家都统称他们是沪漂一族。这个博主说，一个普通沪漂在上海根本买不起房子，要想存够首付都需要很多年。大家好，今天菲菲来到了上海市区老牌的商圈哪里城隍庙。大家看，现在城隍庙也蛮惨的，就是店铺都是空空如也好像开着的店也不多。先卖这种以前这个就是城隍庙嘛，小商品市场，还有卖这种文玩古董这些地方，现在受这个实体的冲击真的很大，好像都撤场了，基本上也没几家开着的吧。这个可以说是上海最顶尖的这个地段了吧，开的有很少几家古董铺。现在整体来说都很难，这么好的地段也没人，那你别说那种郊区的地段了，是吧？城隍庙这个小商品市场感觉也已经落寞了。一个普通的沪漂有多大的概率可以在上海买房？
可以在上海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呢。不考虑那些超级精锐或者家里特别有钱的沪漂，只说我这样的普通人，其实概率接近0，因为哪怕你月薪有个2、3万，也是买不起。毕竟等你存够了首付，都不知道猴年马月了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说沪漂的终点不过是回到老家。其实不只是沪漂，北漂、深漂其实也都差不多。无数人忙忙碌碌一生，所赚所得也不过只能果腹而已。最终到了一定年纪，只能该回哪回哪。所以很多上海、北京本地人也都会问我们，这么拼值得吗？虽然我们经常会大声的喊当然值得啊，但事实上不值得又能怎么办呢？毕竟对于我们这些所谓的普通人来说，如果老家没有一个好爸爸、好妈妈，其实很难找到靠谱的工作，竞争很多时候比1线城市更难。同时娱乐设施稀缺，几乎没有夜生活，过了10点就全城寂静。也许离开老家去拼一把的成功概率接近0，但是如果不离开，那就是0。我也才了，42岁，沪漂了12年，我到底在这座城市留下了什么？我在上海工作了9年，年前收到这个消息，本来买好回老家的机票被我取消了，对外声称临时出长差，不能回家过年了，年的热闹团聚与我无关。我一直回想自己沪漂12年到底如何度过的，无数次开会、加班、应酬，背井离乡，聚少离多，离婚，父亲去世。曾经我以为离开家是为了更好的生活，但回头我早已没有了家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王哥，这边是上海嘉定的老城区。现我走的这条路是城中路。这视频呢，带大家去看一下，前面原本有一家大型的商场，后来歇业了好几年。看一看这一幢楼，最早的时候这边是高阳商厦，然后后来呢又改成了东方商厦，前几年呢已经歇业。现在来看一下目前的现状如何。好像目前为止还无人问津，上面挂出了一个很大的广告牌，写着放大招了。看来这家房东啊也是非常的着急。这边记得歇业了已经好几年，以前的这个东方商厦生意还是不错的，但目前在电商泛滥、经济萧条的大环境中，实体店难以生存。我想到新天地惨，但没想到这么惨，空置率这么高，真的出乎我的意料了。今天顺路逛了逛，每一层楼的景象真是让人触目惊心。地处上海市中心的中心，周边重奢品牌林立。19年改造后，曾接连斩获了多个建筑大奖的项目，在建筑形式上无疑设计是成功的，但在商业规划和定位上从一开始就差强人意，想高端又高不起来，就一直端着。好的，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，请您记得点赞、订阅、留言，并且分享给您的朋友们。感谢您的支持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